你最近有没有一种感觉，好像身边总有几个平时默不作声的人，突然之间换了车，或者悄悄在海外置了产，甚至连说话的底气都变强了，而你还在每天盯着手里那几档涨跌几毛钱的股票，为了回本而焦虑发愁，整夜的睡不住觉。其实这个世界的财富转移从来都不是敲锣打鼓进行的，它永远都是悄无声息，像深夜的潮汐一样慢慢改变地貌。今天我要跟你聊的就是现在全球最聪明的钱，那些顶级的机构资金正在疯狂且悄悄布局的一个超级大机会——澳洲。你可能还没察觉到，澳元最近的走势已经在向我们泄露天机了，那种攀升的速度简直像是有人在背后点了火。今天这期内容我会把这背后的赚钱逻辑、未来的走势，还有我们普通人到底该怎么跟住这波趋势吃肉，用最人化的方式扒得前净，这是一盘跨越全球的大棋。如果你能耐心看懂今天我说的每一个细节，我保证你的投资思维绝对会提升不止一个维度，那种看透迷雾的感觉会让你整个人从焦虑中解脱出来。而且影片最后我准备了一个超级 bonus， 这是我自己最近实操盯盘盯了很久才发现的一个隐藏版投资机会，目前还处于绝对的价值洼地，一定要看到最后，错过了这个上车的窗口期，别怪我没提醒你。上个周末发生了一件让我惊出一身冷汗的事，我有一个认识很多年的朋友，最近打算把手头上一笔不小的闲钱转去澳洲做点投资，他让我帮忙盯一下汇率，看看什么时候换钱比较划算。我打开账户一看，突然愣住了，我发现澳元在不知不觉中爬升的速度快得有点不寻常，那种走势图上的斜率简直是在对住全世界呐喊。你可能会说，汇率吗？每天不都在上上下下吗？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如果你这么想，那就真的太天真了。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这绝对不是散户换外汇去旅游能买出来的动静，这是有大资金、大鳄鱼在水底下疯狂扫货。你想想看，这就像是你去逛超市，如果你知道明天某个牌子的卫生纸要大涨价，甚至可能断货，你今天是不是会推着购物车疯狂囤货？现在的情况就是全球的那些金融巨鳄、跨国基金，他们就像是提前知道了涨价内幕的 VIP 顾客，正在疯狂的把资金推向澳洲这个大超市。他们在压住什么？他们肯定看到了我们普通人还没看到的东西。我仔细复盘了一下这几个月的全球资金流向，再结合我自己在市场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的经验，我发现了一个很残酷的真相，那就是大部分人总是等趋势已经走到尽头了，新闻都播烂了，才急急忙忙去接盘，最后成了别人嘴里的点心。而真正赚大钱的人都是在风还没吹起来的时候就已经站在风口上了。现在的澳洲就是那个即将起风的地方。为什么是澳洲？我们不用那些听不懂的经济学名词，我就用最直接的大白话给你解释。现在这个世界局势有多乱，大家心里都有数吧？今天这里打仗，明天那里制裁，这种不确定性像雾霾一样笼罩在每个人头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手里有几百亿的资金，你最怕什么？你最怕的不是赚不到钱，而是不安全，是你的资产会不会一夜之间变成废纸。资金在恐慌的时候，本能就是寻找避风港，而澳洲简直就是为这个乱世量身打造的超级避风港。它有什么？简单粗暴的说，就是家里有矿，地里有粮，手上还有大把的能源。当全世界都在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焦头烂额的时候，澳洲就坐在金山银山上收钱，铁矿石、煤炭、天然气，还有那些未来新能源车必须要用的稀有金属、锂和钴，澳洲全都有。这就像是一个村子里只有他家里有水井，别人渴了不管水卖多贵都得拿钱来跟他买。那些全球的聪明资金就是看准了这一点，他们买入澳元，买入澳洲的资产，其实就是在买一张全球乱世的保命船票。听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哇，原来是这样？那我现在去换点澳元是不是就能赚钱了？如果你只有这个层次的思考，那这期影片你真的要死盯住看下去了，因为单纯赚汇率的差价那只是捡了芝麻，真正的大机会隐藏在资金流入后对澳洲各行各业板块的连锁反应里，这关乎到未来2到3年你的资产能不能实现翻倍的跃升，能不能让你彻底摆脱那种对未来的恐惧感。现在我们往深处挖一点，看懂了资源的底气，你还得看懂那只看不见的政治黑手，这才是让资金感到兴奋的真正原因。很多人看新闻觉得中美博弈、地缘政治很遥远，觉得那是大人物的事，但我告诉你，这跟你的钱包息息相关。现在全球2大强权在拉扯，就像2个武林高手在过招，这时候全世界的资本就像是一群受惊的小鹿，他们不在乎谁赢谁输，他们只在乎哪片草地不会被踩踏。
澳洲这块地非常妙，它地理位置孤立，天然远离那些火药桶，但他手里的资源又是两边都抢着要的硬通货，这种渔翁得利的剧本，资本市场简直爱死了。资金流向澳洲买的不是别的，是这个动荡时代里最稀缺的资产确定性。有了这层保护色，我们再来看那个最直接、最让热钱疯狂的诱因，那就是利息差。我用最生活化的例子跟你说，保证你1秒听懂这场金钱搬家游戏。假设你家楼下有2家银行，A 银行就像现在的美国，因为之前经济冲得太猛，现在开始有点体力不支，不得不准备降息来刺激经济。你把钱存进去，利息眼看着要缩水。而隔壁的 B 银行就是澳洲，因为家里有矿，卖得好，经济底子硬得跟石头一样，甚至因为通膨还在那里硬撑住不降息，甚至还可能维持高位。如果你手里有几百亿的现金，你会把钱放在哪里？不用想，资金一定会像洪水一样从利息低的地方冲向利息高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澳元最近升得这么快，这不是偶然，这是全球几万亿美金在搬家。我跟你说个真实的案例，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种震撼。大概半年多前，我有个做进出口贸易的客户，我们叫他老张吧，他在国内的生意这几年做得心力交瘁，利润薄得像张纸，每天睁开眼就是员工工资、场地租金，焦虑的整个人老了好几岁，头发白了一大片。他当时手里有一笔大概几千万的闲钱，本来想冲进房地产或者股市去抄底，觉得跌了这么多，总该涨了吧。我当时跟他喝咖啡，我死死按住他的手，我说老张，你现在进去那是用你的血汗钱去接那些想套现跑路的庄家的盘，你得抬头看看世界，看看钱都在往哪里流。我带着他看懂了这套全球资金的动线，让他把目光投向澳洲。他当时也是个投资小白，连汇率 K 线图都看不利索，但他听懂了避风港和利差这2个词。最后他没去碰那些炒作的垃圾股，而是分批布局了澳洲的资源类核心资产，还在布里斯本这种人口净流入量爆炸的城市买了2块地。结果呢，这半年时间，光是澳元的汇率升值，就让他躺着赚到了过去2年辛苦做贸易都赚不到的利润。更别说澳洲那边的房价，因为新移民疯狂涌入，房屋供应断层，租金涨到离谱，房价也跟住起飞。前几天他打电话给我，语气里那种半年前的死气沉沉全没了，只剩下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他跟我说，原来选择真的比努力重要100倍。讲老张的故事不是要让你去羡慕，我是要撕开这个世界的真相给你捕捉。财富的差距从来不是靠你多搬几块砖，多熬几个通宵拉开的，而是靠你在关键时刻能不能看清大势，能不能跟住聪明钱走。很多人现在看住澳元涨，心里发痒，又怕现在进去被套牢，又怕现在不进去以后买不起。这种纠结和内耗，其实就是因为你对未来的走势缺乏底层的逻辑支撑。你要明白，现在澳元升值仅仅是个开始，因为全球资金的这场避险大搬家还远远没有结束。那么如果你也想跟住这波趋势分一杯羹，如果你手里没有老张那样的几千万，只有几十万、几百万甚至更少，我们该怎么操作？我们该怎么在这种巨浪中找到最稳的小船？在接下来的内容里，我会把这套未来2-3年的走势分析得透透彻彻，教你如何像专业人士一样去布局那些不为人知的赚钱路径。听完老张的故事，你可能在想，老张那是运气好，或者他本钱厚，我这点钱进场难道不是送人头吗？如果你这么想，那就又掉进了穷人思维的陷阱里。我告诉你，大资金进场就像是一头大象走进小池塘，它一定会引起巨大的波浪，而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挡住这头大象，而是学会怎么踩在浪尖上。现在澳元升得这么快，其实是在释放一个信号，澳洲境内的资产定价权正在从本地人手里移交到全球主权基金和顶级财团的手里。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估值体系要重写了。就像当年那些1线城市的房价，当全国的钱都往那里钻的时候，本地人的收入水平已经决定不了房价了，资金的意志力才是决定因素。澳洲现在就处于这个阶段，很多人担心现在买澳元会不会太贵。我告诉你，看汇率不能只看绝对数字，要看购买力评价和相对吸引力。当美国那边因为债务压力大到快喘不过气，必须放水降息的时候，全球的购买力就会像寻找出口的高压水龙头，直接喷向澳洲这种财政还算健康的国家。这时候，澳元就不是简单的货币，它成了另一种形式的黄金。我有一次在悉尼的一个私人投资沙龙上，遇到一个帮中东财团管钱的人，他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记到现在。他说，我们不在乎澳元现在是 0.6 还是 0.7， 我们在乎的是，
如果全球发生极端金融风暴，还有哪个国家的资源能撑起它的信用？只有澳洲。这句话直接点出了未来的核心赛道，那就是资源主权。普通人要怎么参与？你不需要去买一个矿场，你也买不起，但你可以去关注澳洲证券交易所 ASX 里那些被低估的资源巨头，或者是与之挂钩的指数基金 ETF。你想想看，当那些大国为了争夺电池原材料，为了争夺绿色能源的入场券而打得不可开交时，澳洲的锂矿、镍矿、铜矿就是他们不得不买的筹码。这就是我说的躺赢逻辑。而且不要只盯着矿产，资金流入会产生溢出效应。当矿业大佬们赚得盆满钵满，他们会干什么？他们会去买更好的物业，会去升级消费。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让大家看澳洲的服务业和高端医疗板块。这些板块现在还没被炒起来，因为大众的目光还被挡在汇率和矿价的表象之后。我曾经看过一个真实的数据，澳洲的医疗技术在某些细分领域是全球顶尖的，但因为市场规模小，估值一直上不去。现在全球资金进来了，这些拥有核心技术的公司，就像是镶在土里的钻石，正等着被这波大浪冲刷出来。如果你还在为几毛钱的利息差纠结，你真的会错过一整场盛宴。投资最怕的是什么？是短视。很多人看趋势，看的是今天涨几分，明天跌几分，但我看的是未来3到5年的权力移交。澳洲正在从一个南半球的大农场转变成一个全球资源与安全的总调度室，这背后的政治能量是巨大的，也是不可逆的。有些朋友跟我说，澳洲的税高，生活成本也高，真的适合投资吗？我跟他说，投资看的不是成本，看的是确定性收益。在一个动荡的世界，你愿意为了那点低税率去冒资产被清零的风险，还是愿意在一个规则透明、资源无敌的地方，安安稳稳的看住资产翻倍？答案不言而喻。接下来我要跟你聊聊最敏感的话题，那就是在这种资金狂潮下，普通人最容易踩的坑有哪些，以及我们该如何在汇率的高点和低点之间找到那个最致命的切入点。聊了这么多大事，现在我必须给你泼一盆冷水。这盆冷水是为了让你保持清醒，因为在金钱的狂欢里，最容易让人翻车的不是市场，而是你自己的心魔。很多人一看到澳元升，资产涨，就开始坐不住了，那种怕错过的焦虑感，FOMO会像虫子一样啃食你的理智。我见过太多人在这时候盲目杀入，把辛辛苦苦存的钱一次性梭哈在高位，结果只要市场稍微喘口气回调一下，他们就吓得割肉离场，成了这场金钱游戏里最可怜的燃料。你要记住，资金像洪水一样涌入澳洲，洪水过后一定会留下淤泥，也会有退潮的时候。真正的高手不是在水最急的时候跳进去，而是在岸边观察水位，找到那个最适合自己的节奏。我再给你讲个生活里的实例，我有一个在澳洲做了10年房地产的朋友，他跟我说，这半年他见过最蠢的投资人，就是那些连澳洲地图都没看过，只听说澳元要涨，房子要火，就急匆匆在网上付定金买偏远地区新开发公寓的人。他们以为自己赶上了班车，其实是进了开发商设计好的圈套，那些地方配套没跟上，租金回报低得可怜，汇率涨的那点钱全被房产税和维护费吃掉了。所以作为我们普通人，如果不想要这种华而不实的投资，我们该怎么做？我给你一套我自己在用的最稳健的傻瓜式布局方案。首先，不要去碰那些你看不懂的宣传的天花乱坠的衍生品。如果你资金量不大，最聪明的做法是分批换汇，定投指数。你不需要预测汇率的最高点在哪里，只要趋势向上，你每个月换一点，成本就会被摊平，这叫用时间换空间。其次，你要学会看影子指标。在澳洲有一个指标比新闻靠谱100倍，那就是澳洲央行对通膨的态度和澳洲主要港口的货币吞吐量。当你发现港口那些装满铁矿石的船越来越挤，当你发现央行说话的口风依然强硬不肯低头，这就是给你的底气，告诉你澳元的升值路径还长住呢。你根本不需要为了短期的几分钱波动而心惊肉跳。投资的本质其实就是心理博弈，你要明白那些大机构为什么现在敢进场，因为他们有强大的分析团队和极致的耐心，他们能忍受3个月的横盘，只为了那1年的翻倍。而你如果每天盯住手机看5次盘，那你注定是这场博弈里的输家。我经常对身边的朋友说，你要把投资澳洲当成是买入一种稀缺的保险，这份保险保的是你在全球金融动荡时还能有一份硬资产撑腰。这种心态一旦建立，你就不会因为澳元今天涨了 0.5% 就兴奋到失眠，也不会因为明天跌了 0.8% 就急着去银行换回本币。
这种定力才是普通人跟有钱人之间真正的鸿沟。而且你一定要关注澳洲的基建蓝图，钱流向哪里，哪里的基建就会先动起来，这是骗不了人的。如果你发现某个州政府突然开始狂砸几百亿盖隧道、盖医院，别怀疑，那背后一定是有大资本在推动。跟住这些大资金的脚步去布局周边的商铺或住宅，这比你听任何所谓的专家荐股都要靠谱。聊到这里，我们已经把澳洲的家底、全球的博弈，还有老张那样的实战案例聊得透透彻彻了。但我知道你心里最想听的一定是那个我开头答应过你们的超级 bonus， 这是我私下盯了很久，甚至连很多澳洲本地的普通投资人都还没反应过来的隐藏机会。大家都知道澳洲有矿、有粮、有地，但大家忽略了一个在乱世之中最不起眼却最致命的资源——水权与未来农业科技。你可能觉得这听起来很土，对吧？但我告诉你，这才是未来10年全球食物链顶端的钱在玩游戏的地方。澳洲虽然地大物博，但它是全球最强悍的大陆之一。在澳洲，水不是你想用就能用的，水权是可以像股票一样在市场上公开交易、抵押甚至套利的。随着全球气候极端化，前进的水和高效的产粮能力已经变成了比黄金更硬的货币。现在全球几大顶级的退休基金正在悄悄收购澳洲拥有永久水权的农场和高科技温室系统，他们买的不是土，是未来全世界的命脉。如果你觉得买农场太远，去研究一下澳洲证券交易所里那些专门做水资源管理和循环农业的科技公司，或者是相关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当大众还在为那几分钱的汇率差争得面红耳赤时，如果你能布局到这个生命资源的赛道上，那才叫真正的降维打击。说实话，做了这么多年分析，我最感慨的不是市场的多变，而是人心的软弱。很多人这辈子不是没有遇到过机会，而是当机会像一头巨象一样撞到他面前时，他却因为害怕那点小小的波动，或者因为身边人的几句冷嘲热讽，就松开了抓住财富的手。你要明白，这个世界上最昂贵的税就是认知税。你看不懂趋势，你就要为你的迟钝付钱；你看懂了却不敢动，你就要为你的恐惧付钱。现在澳元升得这么快，全球资金在疯狂压住，这其实是老天爷在给普通人开了一扇窗，告诉你这个世界的财富引擎换挡了。如果你还守着过去那套老旧的思维，觉得勤劳就能致富，觉得不变就是安全，那么你只会被时代的巨浪拍碎在沙滩上。财富从来不属于那些最辛苦的人，而是属于那些在混乱中依然能保持冷静，在恐惧中依然敢于布局的人。投资澳洲本质上是在投资一种避险资产的溢价，是在为你的下半辈子买一份全球化的保障。我今天把这些压箱底的东西全部掏出来分享给你，不是为了让你明天就去盲目梭哈，而是希望你能从今天开始抬起头看看天，看看钱到底在往哪里流。你要学会像猎人一样去等待，在汇率回调的每一个凹陷处，在市场恐慌的每一个尖叫时刻，冷静地布下你的网。讲到这里，我知道你们心里肯定还有一个最直接、最急迫的问题，虽然听懂了逻辑，也知道了赛道，但具体到哪几只标的，具体哪个时间点进场最精准，有没有一个可以照著做的名单？说实话，这些内容因为涉及更深层的操作细节和一些市场敏感信息，我没办法在这样一个公开的视频里一次性全部讲完，但我今天想跟你们玩个大的。如果这期视频的反应够热烈，如果你们真的想看我把那个澳洲隐藏版投资清单，包含具体的行业代码、我个人看好的进场位，以及我为这套方案设计的避险撤退机制，全部公开出来，我需要看到你们的诚意。只要这条视频的评论区留言超过500条，并且点赞数破千，我会立刻助手制作下一期视频，把这套价值100万的实战名单毫无保留的公开给大家。这不是为了卖关子，而是因为财富只会留给那些愿意主动伸手去抓的人。如果你连留言、点个赞这点互动的勇气和耐心都没有，那我把清单送到你面前，你可能也拿不住。最后，我也必须要非常认真、非常负责任的提醒大家，虽然我今天分享了这么多我个人的经历、老张的故事，以及我对全球资金流向的深度洞察，但请记住，所有的分享仅代表我个人的意见与观察，不构成任何绝对的投资建议。金融市场是瞬息万变的，没有人能100%预测明天。投资这件事本质上是对自己认知的一场修行。澳洲的机会确实大，但风险同样存在，汇率的波动、政策的转向，这些都是不可控因素。请你在做任何决定之前，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风险承受能力去做独立的评估。记住，赚钱的前提是永远不要亏掉你输不起的筹码。
投资要用闲钱，心态才不会变形。好了，今天陪大家聊了这么久，如果你觉得我的分析对你有价值，让你对澳元、对欧洲、对全球财富流向有了不一样的理解，请一定要给我一个3连，关注、点赞、分享，你的支持就是我持续输出这些底层真相的最大动力。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或者对澳洲的下一步有什么独到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风口已经来了，看看谁能成为最后留在牌桌上的赢家。这里是赚钱角度，我们下期视频见，拜拜。